要说总结一下6月娱乐圈的瓜，那我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：离谱。是真的离谱啊！从黄景瑜忽然承认自己结过婚开始，到后面黄子佼爆料大 S 和小 S 吸毒的事情，再到后面炎亚纶性侵未成年男孩子，娱乐圈几乎被负能量充斥。而且这些八卦一个比一个离谱，属于那种以前想破脑袋也琢磨不出的东西。本以为事情到炎亚纶这里就结束了，没想到演员刘恺威的父亲刘丹又出来喊话，而且内容同样是非常离谱。杨幂和刘恺威在2018年年底官宣离婚，两人的女儿小糯米的抚养权在刘恺威那边，跟着刘家人在香港生活读书。2019年年底开始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杨幂几乎没有去香港看女儿，母女俩只有通过视频联系。今年3月份，杨幂被拍到带着父母去香港，外界猜测这应该是去看小糯米了。但是刘丹后来被媒体问到这事，他却说没看到杨幂。6月份的时候，杨幂的个人社交账号 IP 定位在香港，网友猜测这应该是去给小糯米过生日了。小糯米的生日是在6月1日，但这事杨幂这边和刘丹那边也没有任何相关回应。一直以来，无论是离婚前还是离婚后，杨幂对于女儿都是保护的态度，几乎不让她暴露在媒体镜头下，而自己和女儿之间的一切，她也不会提起。这也在外界看来，杨幂似乎就是只拼自己的事业，根本没时间去照顾女儿。而小糯米和刘恺威一家一起生活，从刘丹的采访中可以了解到，是一个很乖的孩子，而且也和他们一家生活的挺好的。2021年媒体采访的时候说，孩子有1年的时间没见到妈妈了，但没觉得小糯米有想妈妈。而这次刘丹却忽然呼吁杨幂和刘恺威复婚，理由是两人的孩子小糯米可能患上了抑郁症。按照爆料人的说法，是在港媒采访刘丹的时候，刘丹告诉媒体说小糯米出现了心理问题，可能患上了抑郁症。小糯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居然会经常一个人偷偷的哭。在刘丹多次追问下，小姑娘才说自己是因为太想妈妈了，之前的懂事都是伪装的，没有妈妈的陪伴很伤心。刘丹在采访中说到这事，还心疼的流眼泪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刘丹竟然还当场表示自己希望刘恺威能够勇敢和杨幂重修旧好，为了孩子，两人重新在一起。虽然大家也心疼小糯米，但刘丹这番喊话还是觉得很离谱啊。先抛开现在的杨幂和刘恺威事业身家的差距有多大这些问题，杨幂和刘恺威复合无望的一个客观原因，那就是刘恺威有女朋友李晓峰啊。刘恺威和李晓峰的恋情曝光后，也见过刘丹了。刘丹对儿子的这个新女友可是赞不绝口，说她很懂事，一点也不做作。刘恺威终于懂得看人了。在刘丹的爆料里也可以了解到，小糯米还和李晓峰视频聊得挺开心的，看得出来刘丹对儿子这个新女友是很满意，还希望他们能尽快生孩子。这事才过去没多久，现在又希望刘恺威和杨幂复合，这让李晓峰情何以堪？难道让刘恺威和李晓峰原地分手，然后去找前妻复合？电视剧看多了吧？除了刘恺威现在有女朋友这个客观事实，刘丹这番喊话有2个问题让人深思。第一，父母替孩子做主。不可否认，孩子还小的时候，父母替孩子做主是常有的事。但是刘恺威已经48岁了，是个有正常行为能力的男人，他有自己喜欢的人，有自己想要的感情。刘丹作为父亲还要干涉儿子的感情，这是越界了吧？还是真一辈子把刘恺威当成还没长大的孩子？第二，为了孩子而复婚，杨幂和刘恺威不管当初是为什么离婚，归根结底，两人是过不下去了才会选择离婚吧。如果两人的在婚姻里的关系已经不好了，却美其名曰为了孩子也不要分开，是不是就真的对孩子好？在婚姻关系中，亲密关系一定是大于亲子关系的。如果亲密关系都经营不好，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，亲子关系必然也会受到影响。如果双方还有感情，为孩子而复婚只是给彼此一个台阶而已，但如果没有，那这事就不靠谱，最终苦的还是孩子。杨幂遇事很少说后悔，但要是重来一次，她一定不会选择嫁给刘恺威。尽管她一直饱受争议，但在对待刘恺威一家的事情上，她从来没有亏欠。刘恺威一辈子都离不开他父亲刘丹，他要说妈宝、爹宝，他当之无愧。刘丹是 TVB 的老演员，长相虽然一般，但演技气质不错。虽然一辈子没当过主角，但借了当时港剧鼎盛的光，他的配角也很出圈。
但要说内娱观众最熟悉，其实也就那是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洪七公。借着老爹的光，刘恺威从国外留学回来，就在 TVB 当了演员。可惜他只能跑跑龙套当配角，角色不出彩，人也不出名。但不红归不红，有老爹这个靠山，在 TVB 刘恺威过得不错，还和当红花旦廖碧儿谈了一段恋爱。后来港剧示威，很多比他名气大、演技好的演员都无戏可演，纷纷改行当司机、做苦力了。他虽然仗着老爹不愁吃穿，可事业毫无起色。好在他老爹刘丹眼光不错，支持他到内娱来赌一把。在老爹的支持下，快到40还籍籍无名的刘恺威来到了内娱闯荡。在一次朋友组团的饭局上，他认识了凭着公爆红的杨幂。不知道是看上了杨幂的名气还是外表，他自称一见钟情。之后没多久，他也凭着千山暮雪有了一定的知名度，但和杨幂相比差得很远。次年，杨幂与刘恺威在《如懿》里相遇。其实以刘恺威当时的咖位，未必能当杨幂剧的男一号，但当年港台演员的地位和待遇比内娱好很多，即使3线都能在内娱的大制作里呼风唤雨。刘恺威当时有人气，但其实也沾了一部分不明所以的光。后来二人熟识、结婚、生娃，原本是花好月圆的日子，但刘恺威偏偏不满足。他的原生家庭是父亲刘丹出门工作，母亲在家当全职主妇，伺候一家老小生活。他理所当然地觉得杨幂也应该这样。问题是，杨幂当时就是国内最红的几个女星之一，她怎么可能放弃事业在家当老妈子呢？即使结婚生子，也没有耽误她走红。有人说，正是看到她结婚生子对事业毫无影响，才有了后来85花对婚姻和恋情的大胆。拍摄《小时代》的时候，她正怀孕，3部曲播出后狂揽月10亿票房，她成为当时少有的在影视界成绩都亮眼的流量花。这种情况下，换了谁都会往前冲一下事业，毕竟她才30岁。当然，要是刘恺威的事业好到爆，需要牺牲杨幂的事业来辅助，也许还说得过去。可他自己明明是靠着杨幂的光环才有戏拍，哪来的自信让杨幂在家给他当保姆，生一堆孩子？这分明就是 PUA 吗？不仅如此，他还对外直说杨幂拍的戏太商业，他自己则比较艺术。当时正是杨幂对赌的关键时刻，为了挣钱，杨幂确实不挑戏，也拍了不少烂片，外界非议之声不少。他此刻这样的言论，对杨幂来说无疑是背叛。好在杨幂一直是个反 PUA 高手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。她不仅反驳了刘恺威的说法，也直接指出，其实她在家的时间远比刘恺威多。说到底，刘恺威只是不红，在外面做了很多无用功而已。观念差得远，两人一个越来越红，一个越来越糊，他们之间能维持多久，本来也是不好说的事。偏偏此刻刘恺威还闹出了夜光剧本的事。出了这样的事，分开似乎就顺理成章了。在大众的一片猜测中，他们的婚姻暧昧不清了很久。2018年，两人离婚。杨幂不完美，多年来争议不断，比如演戏程式化、不走心，说她喜欢装嫩，明明生了孩子还要假装少女人设，说她和男性之间边界感不强。但无论怎么说，在这段婚姻里，她对得起刘恺威。现在分开了，小糯米跟着刘恺威，她支付大笔抚养费，原本是一别两宽的事。离婚后，杨幂没有提过一句刘恺威，自己过得风生水起，对赌最终成功，也开了自己的工作室。刘恺威一家反而有些意难平，没离婚的时候，全家看不上杨幂；离婚了，刘丹说话次次离不开杨幂，他关于杨幂的发言都能整理成一本语录了。一会说杨幂不陪孩子，一会说孩子和刘恺威特别亲，一直在着力刻画杨幂坏妈妈的形象。可好巧不巧，刘恺威每次接送孩子，记者都能拍到，他也从来不避讳让孩子的正脸见人。相比之下，杨幂才是那个用尽办法保护小糯米不被曝光的人。说是一天到晚在家陪孩子，可明明是常年在不在家，要不怎么能几年如一日追着李晓峰到处跑？可有了新欢，刘家还是过不了杨幂这个坎。谈及李晓峰的时候，刘丹说刘恺威年纪大了，会看人了，言下之意是年轻时候没选对人，话里话外阴阳怪气的厉害。杨幂去到香港，大包小包买的礼物，还没干什么，刘丹赶紧就站出来说小糯米很忙，没时间见杨幂。人前尚且这样，在小糯米身边还不知道怎么说杨幂呢。可但凡有点心的人都知道，离婚最好不要影响孩子，也不要说不在孩子身边家长的坏话。可刘丹这是在干嘛呢？
这看着是刘丹在说，可刘恺威一声不吭，难道不知情？他娶了个比自己小11岁的顶流，事业腾飞，还有了女儿，离婚了还能拿到大笔的抚养费，现在也有了新女友，哪里不划算？虽然比杨幂是不如，但他一直都不如啊。可他们离婚后明的暗的内涵了杨幂5年，现在忽然喊话说小糯米离不开妈妈，太想妈妈，上升至还透露出希望两人复婚的意思。其实刘丹这么说，一来是想再度说杨幂没有陪孩子，二来又想蹭一下杨幂。李晓峰和刘恺威如胶似漆的，谁都知道复婚不可能。虽然之前他的洪七公确实给人印象不错，但生活和角色真的要分开。现在他和刘恺威这种为了热度，为维持自己那点可怜的红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拿着杨幂炒作的行为，真的让人瞧不起了。何况现在他们事事不离孩子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是一种要挟。杨幂不反击是她体面，为了孩子不想闹大，但刘恺威该停了。希望他们停了吧，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，学会自己独立行走不好吗？